今次呢單新聞唔係新增稅種，真正嘅爆點係規矩其實一直都喺度，只係而家開始認真執行。一刀20%，可以撤走30年累積收益嘅1/5，咁係咪代表跨境財富管理嘅遊戲規則已經正式被改寫？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好，入正題，今個禮拜金融圈最有信息量嘅新聞，唔喺華爾街，亦都唔喺陸家嘴，而係財新8月初一篇獨家報道。據財新報道，北京、杭州等地已經出現早期個案，稅務部門開始對內地稅務居民持有境外保單嘅已實現收益指稅，尤其係香港保單，例如分紅派發，又或者預繳保費產生嘅利息，呢類收益按20%只收個人所得稅，但要講清楚，保險賠款仍然屬於免稅。保單現金價值嘅賬面升值，暫時亦未見普遍即時課稅。當然，個案細節仍然要等官方統一口徑。消息一出，市場即刻有反應，港股保險板塊應聲下挫。友邦保險股價一度重挫超過9%，保誠港股收跌4.57%，佢嘅倫敦股價曾經暴跌13%，相關銀行股亦都一齊受牽連。香港保監局嘅回應就好4平8穩，佢哋話中國居民就境外投資收益依法申報納稅要求一直存在，無需過度解讀，產品嘅核心競爭力仍然喺度。翻譯成人話就係唔使驚慌，規矩冇變，只係開始認真執行啦。而問題正正就喺呢度。真正值得市場咀嚼嘅唔係新增一個稅種，因為佢根本唔新。真正要問嘅係點解係而家？點解係呢一整套？我嘅判斷係呢件事唔係一次孤立嘅意外執法，而係共同申報準則，即係 CRS 數據交換常態化之後，既有全球所得稅規則一次系統性落地，佢同5月到8月一連串政策動作，其實可以串成一條線。呢條線就係針對資本外流嘅倒漏組合拳。如果你睇明，你只會以為呢單係保險新聞，但如果你睇得明，你會發現跨境財富管理嘅遊戲規則正在被重寫。好，講完背景，我哋而家拆機制，先將事實釐清，避免市場喺恐慌同埋否認之間來回擺盪。適用對象係中國稅務居民嘅全球所得，法理基礎係個人所得稅法本來已經存在嘅比例稅率，唔係憑空立法。而家只管重心係已實現收益，唔係未實現嘅賬面升值，呢點好關鍵。純保障型產品如果冇現金價值，或者現金價值好低，受到嘅衝擊會相對有限。真正喺風暴中心嘅係儲蓄分紅型同埋投資相連型保單，執行上亦唔係全國一刀切，而係地方先行，取決於各地稅局嘅數據處理能力，亦都取決於只管意願。CRS 嘅關鍵作用就係令內地稅局第一次可以系統掌握居民喺香港嘅保單資料，包括保單現金價值，包括已實現收益。以前指唔到，唔係因為唔合法，而係因為睇唔見。而家睇得見，世界就唔同晒。呢度出現第一組矛盾，官方同監管嘅講法係稅收公平，規則一直存在嘅。講清楚之後呢，反而可以減少市場猜測。但係持有人同銷售端嘅感受係另一回事。佢哋睇到嘅係稅務優勢實質終結，吸引力大減。所以有人開始恐慌性檢視保單。老實講，兩邊都啱一半。規則確實冇變，但係規則被執行，同規則存在但冇人執行。對一份要持有20-30年嘅長期儲蓄合約嚟講，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用一個簡單例子講，假設你投入100蚊本金，買入一份年化回報預期6%嘅分紅儲蓄險，呢筆錢滾存30年，扣複利效果，期末總價值會去到大約574蚊，即係話淨利潤係474元。但如果提取嗰時候，呢筆已實現收益要一次過課20%稅，就等於被抽走大約95蚊，你嘅期末淨值會縮到479蚊，換算翻實際淨年化回報跌到大約5.4%。表面睇每年好似只係少咗60個基點，即係0.6%，但用絕對數字講，呢一刀切走嘅係30年累積收益嘅1/5，呢個就係打8折嘅真正殺傷力。佢唔係切走你本金，佢係切走你複利雪球滾到最大嗰一嚿。對高預期回報、長年期用嚟做傳承嘅保單，呢個折扣足以動搖成個配置邏輯。咁美元計價同資產傳承功能夠唔夠補償呢20%？我嘅判斷係，對真正有全球配置需要重視法治同貨幣分散嘅高淨值客戶，答案仍然係值得，但日價會收窄。但對以前只係衝住避稅同高預期回報而嚟嘅中產客戶，答案已經係未必。香港保險過去賣嘅一部分係保障，另一部分係稅務優勢想像。後面呢半條腿今個禮拜被打斷咗。好，將鏡頭拉遠，如果將港險個稅單獨睇，就好似盲人摸象，
但係如果放返5月到8月嘅政策序列，城頭大象就開始出現。5月監管層收緊跨境互聯網券商，限制內地散戶經非合規渠道買賣美股同港股，涉及富途證券、老虎證券等平台。呢一步係倒炒外圍呢個流水點。6月國務院第837號令公布，據國務院公告7月1號生效。呢個行政法規全面規範企業、組織同個人嘅境外投資，包括核准備案，包括全流程監管，包括安全審查，亦都包括反制措施。合規門檻同信息披露要求都明顯提高。7月據財政等部門動向，離岸信託嘅資產注入增值同收益被納入20%個稅範圍。呢一步直指高淨值家族嘅傳承同避稅通道。8月就輪到境外保單，尤其係香港保單，以實現收益個稅落地。4步連埋一齊，訴求其實好清楚。喺國內消費疲弱、房地產同地方債壓力未解、資本漲成壓嘅宏觀背景下，政策正在逐一封堵每一個漏水點，目的係將財富同資本盡量鎖喺境內，服務內循環，亦都服務所謂高質量發展，同時防止稅基流失，亦都防止風險外溢。從防風險同稅收公平角度睇，呢套邏輯有佢嘅合理性。我唔打算妖魔化佢，但呢度要提出一個質疑：政策意圖同實際效果之間有一道裂縫，而官方未真正正視。當一個經濟體面對嘅問題係內需不振，係私人企業信心低迷，但係政策工具箱拎出嚟嘅主要係防止你將錢攞走，而唔係令你更願意花錢或者更願意投資。咁喺邏輯上就有本末倒置嘅問題。倒漏可以守住存量，但係佢唔會憑空創造增量信心。合法跨境配置空間收窄，最可能嘅副作用未必係資本乖乖回流消費，而係趴喺銀行做定存，或者人轉去地下渠道用腳投票。官方到而家仍然未回答嘅問題係點樣喺鎖住資本嘅同時，唔將私人企業僅有嘅安全感一齊鎖死。用框架講，呢場係資本賬戶再管制嘅漸進工程，本質上係不可能三角，英文呢叫 Impossible Trinity， 重新取捨。喺獨立貨幣政策同匯率穩定之間，中國選擇進一步犧牲資本自由流動，呢個框架仍然適用，但係佢正在逼近一個極限。當資本管制嘅細緻度細到連一份香港保單嘅分紅都要逐筆課稅，雙循環入邊外循環嗰一環嘅可信度究竟仲剩幾多？好，講到呢度，如果只係講中國，好容易跌入西方媒體嗰種懶惰敘事，即係中國正在走向封閉。但係呢，我想反駁呢種講法，將資本同人才嘅向內鎖定，單方面描繪成中國專利，其實係一種選擇性失明。因為同一個星期，大洋彼岸嘅動作幾乎係一面鏡。中國呢邊，據國務院公告，關於出境入境管理嘅規定將會喺9月中旬施行，其中一個核心係必要時勸阻前往最高風險地區，亦同出口管制、技術外流掛鈎，對科研等敏感群體收緊出境。措辭又提醒開始滑向更有強制色彩嘅邊界管控。美國呢邊，據白宮8月初公布，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打擊商業化生育旅遊，並收緊特定類別出生公民權嘅適用範圍。另外，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華府正討論對畢業後實習工作向外國學生自收高達10萬美元費用，呢個會直接衝擊矽谷，亦會衝擊大學同華爾街嘅人才輸入管道。鏡像其實好清楚，北京鎖嘅係內部財富，防嘅係人才同技術外流；華府鎖嘅係公民權同人才生態優勢，限嘅係低成本外國人才流入。兩邊用嘅話術都好相似，國家安全啦、公平、保護本國利益，兩邊付出嘅代價亦都好相似。創新生態嘅開放性受損，軟實力受損，作為全球樞紐嘅吸引力亦受損。呢就係第三種矛盾。安全敘事每贏一分，都會靜靜透支開放紅利嘅本金。咁點解偏偏係呢一刻要鎖？我認為動力源喺人工智能，即係 AI。今個禮拜 AI 前沿角力繼續白熱化。據業界報道，阿里新一代 QN 3.8 Max 旗艦模型喺 Agentic 同電腦操作類基準上，聲稱逼近或者領先前沿模型，總參數規模高達 2.4 萬億。OpenAI 亦都進一步強化面向大眾嘅推理能力同使用額度。免費用戶預設模型升級為 GPT 5.6 Luna， 文字聊天次數上限取消，即係無限對話額度。同時新增可以手動觸發深度推理嘅 Think 按鈕。字節跳動亦傳出正籌劃訓練參數規模達5萬億以上嘅超級大模型。呢一啲具體數字我唔敢照單全收，因為 AI 圈嘅參數同跑分一半係工程，一半係公關。但無論具體數字點樣，有一個結構性事實成立， AI 競賽會同時吞噬海量嘅資本啦，包括算力，包括數據中心，亦包括頂尖人才。中國模型快速追趕帶嚟自信，但亦放大一種緊迫感，就係必須留住資本同人才，防止資源外流。美國就反過嚟，用移民同人才政策鞏固既有生態領先，所以香港境外保單個稅同美國 OPT 費用
表面風馬牛不相及，但底層其實係同一件事，都係資本、人才、技術三角競賽，投影到金融同人力管道上面嘅全面競爭，早就唔止關稅同芯片，而係蔓延到普通人嘅儲蓄保單同埋畢業簽證。好，返到香港，呢場衝擊對香港意味住乜？內地訪客新單長期係香港壽險新造保費嘅重要支柱。根據歷史數據，2024年內地訪客新單保費佔香港個人業務總額曾經達到 28.6%， 即係接近30%。但香港保監局由2025年開始，因為重新檢視專才定義，已經停止單獨發布最新季度嘅內地客佔比數據。但無論如何，當稅務優勢想像被打8折，短期銷售放慢，產品重新定價同產品設計壓力幾乎無可避免。但我對香港嘅判斷唔係悲觀到底，因為呢場衝擊正好逼香港回答一個拖咗好耐嘅問題：你到底係稅務套利中介，定係真正提供全球配置、專業服務同法治信任嘅平台？前者嘅護城河，護城嘅今個禮拜被填平咗1截，但後者嘅護城河，例如普通法、資金自由進出、美元聯繫匯率、成熟專業服務生態，其實一分未減，甚至喺對照之下更顯稀缺。新加坡當然喺旁邊虎視眈眈，但新加坡同樣接唔住內地居民合法全球配置需求呢塊蛋糕。香港嘅地理同制度雙重接口，仍然係獨一無二。香港真正風險唔係呢20%稅，而係業界會唔會誤判形勢。如果將佢當成一場寒流，以為頂過去就算，咁就錯。呢其實係一次產品同服務升級。壽險業應該更重保障、更重人民幣計價選項、更重跨代傳承嘅真專業，而唔係靠高演示數字玩遊戲。如果做到呢一步，呢一刀反而係逼香港保險業斷奶，逼佢長大。講到尾啦，我亦要誠實標注幾個空白點，唔可以將試算當成定論。地方指管會唔會統一？時間表點樣？實際止稅個案有幾大規模？有冇追溯力？第837號令嘅實施細則點樣落地？出境勸阻嘅實操灰色地帶有幾闊？內地訪客保單最新新單數據點樣？ AI 模型真實訓練進度同芯片約束有幾大？呢啲全部都係變數，要放入精算表同投資模型入邊，動態更新，唔可以當成固定背景，將框架升高一層睇。我哋正處喺一個雙重封閉螺旋，中美同步向內梯，各自將資本、人才、技術收翻入自己院子，全球化超級聯繫人嘅舊模式建立喺資本同人才自由流動嘅假設上，而呢個假設今個禮拜又被兩邊同時削走一層，但呢唔代表聯繫人角色消失，剛剛相反，螺旋越封閉，仍然可以合法可信連接兩端嘅接口就越值錢，但角色必須升級，由賺信息差同埋稅務差嘅中介升級為賺信任同專業嘅樞紐。對持有人嚟講呢，我嘅建議係整理文件，諮詢專業稅務意見，留意地方執行。呢啲軟性恐慌性退步，因為恐慌本身好多時比20%稅更昂貴。對業者嚟講，要加速轉型，唔係等寒流過去；對投資者嚟講，要為跨境財富管理板塊重新評估風險溢價，但唔好將結構性升級機會誤讀成結構性衰亡嘅訃告。清晰化未必全係壞事，至少佢殺死咗一個不確定性，就係會唔會全面禁止。但呢套組合拳亦清楚話俾我哋聽，北京嘅政策優先級已經由做大蛋糕悄悄轉向守住蛋糕。呢個轉向先係今個禮拜最應該讀懂嘅新聞。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